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GBA 掌机平台的《光明之魂2代》。一共有这么多人物可以选择：弓箭手、暗黑法师、牧师、龙战士、战士、法师，还有忍者，以及狼人。那这款游戏开场的动画呢是制作的比较精良的，但是时长比较长，再加上前面的剧情有个4-5分钟，这样我就跳过了。在这个火堆上踩着，烫不掉血，但是呢可以帮助你提升火焰抗性。你看我提升了11点，我相信这个操作很多小伙伴当年都知道。咱们进入第一个冒险地图哥布林要塞。本作当年被称为 GBA 掌机平台的暗黑破坏神，那它也确实呢和暗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首先游戏的类型都是 ARPG， 再加上多技能系统，技能包括主动和被动，还有装备的鉴定以及各种参数，都让人感觉是一个迷你版的暗黑。这款游戏我比较喜欢用的角色是战士、龙战士，还有暗黑法师。其中暗黑法师你如果通关了的话呢，你是可以用他的兄弟的，数值比暗黑法师要稍强一点。打到一个帽子，咱们装备上看一下，防御力加3，把草药放在右手，6块钱。我现在玩的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修复版，但是具体修复的程度呢，我没有全面的测试，因为这款游戏当年可以说是比较火爆的，并且也出了汉化的版本。但是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汉化版呢出现了一些文本框溢出的情况，容易造成花板花屏的现象。所以我下载的这个版本就号称是解决了、修复了这种文本框超框的问题。我刚刚捡到一个头巾，这个头巾呢带了一个问号，说明它是需要被鉴定的道具。那现在这个天使之羽，它实际上就是回城卷轴，相当于暗黑破坏神的回城卷轴。另外这个修复版据说还修复了一些 bug， 甚至是一些良性 bug， 你比如说刷钱，利用矿物刷钱的 bug 也修复了。没有那个 bug， 这个游戏你真的感觉超级缺钱。好，升级了，那给了4点属性点。我一般呢用战士的话是2点力量、1点气用和1点体力。我加一个，因为剑的蓄力加了1点了，我再加一个双倍打击。出现白光这一下就是刚才的这个技能效果，就相当于会心一击，我感觉。战士可以使用几种装备，包括斧子、枪，但我感觉还是剑的手感最适合我一点。另外，这款游戏还是可以联机的，它也有很多的隐藏要素，包括一些隐藏的任务、隐藏的地图等等。又捡到了一个待鉴定的道具，而且游戏里还有一些小彩蛋。咱们平心而论，这款游戏在 GBA 平台是一款非常棒的 ARPG 了。很可惜，这款游戏我没和别人联机过。这应该是一个鉴定卷轴，对的。咱们鉴定一个什么？感觉这个头巾靠谱，活力的，加4点体力，防御力5，这个不错。一加体力呢，咱们的 HP 上限也跟着增加了。这把剑也比较好。这样我的血量30，最大上限加到了63。我之前还掉了一点血，然后显着血就比较少。能蓄力的话还是蓄力终极，
但是战士 SP 不太多哇，砍一刀好疼啊！上面的槽跟大家解释一下 ，HP、SP 相当于法力，最右边那个魂槽应该是需要用到一个特别的道具。打怪的话呢，就增加那个槽，然后放一个超杀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？一件衣服需要鉴定，皮大衣。带有红色箭头的呢，就代表下一张地图是有重要的剧情或者是 BOSS 战。啊，这里呢，敌人的一个小头目在召开作战会议。那这里的内容其实比较长，整个他们的会议开完需要2分钟左右。我中间还截取了一些，但是这个会议的信息量是很大的，有2点比较重要的地方。看他说：“哥布林小队长，莫非我们之中出了叛徒？”另外，其实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，这张地图需要拿到一个钥匙，这个钥匙就在这个小头目身旁的柜子里。那咱们如果不出声的话呢，他们就会去检查这个钥匙丢没丢，这样咱们就知道在哪儿了。好，知道了钥匙在哪儿了，就可以冲进去干掉他们了。这是一整支小队。1等士兵已经被我全灭了。光明使者，好的，干掉他们。咱们守住这个门口。升级了。我的法力真是不大够用，先把钥匙拿了。牢房的钥匙。游戏的剧情应该是这个王国的公主被抓走了，然后咱们作为一个战士正在参加王国的比武大会，和王国的卫队长打得有来有回的时候，发现公主被抓走，所以说咱们就来救公主了。加一下攻击力上升还是防御力上升呢？来吧，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莽就完事儿了。男人就是要刚正面。蓄力攻击其实不适合加到等级太多，尤其是在初期，它的法力消耗咱们是撑不住的，而且蓄力时间也比较长。如果加的等级高了，然后打出来个戒指，我感觉我的反应不如当年了，不如10几年前了。啊，加1气用，加1攻击力，还行。28块钱，这游戏的钱如果没有了刷钱的 bug， 真的是钱紧，就很紧。战斗之剑，看一下这把剑，16+2，那应该比我现在的剑要好。它这把剑如果带有前缀的话，就像暗黑破坏神那样，带有一些前缀的话，就代表它拥有额外的一些属性。这点我感觉做的比较好，就是你每次玩这款游戏，你都会对一些装备有新的期待，每次都不大一样。龙鳞啊，龙鳞我记得是鳞片是镶嵌的道具吧，像矿石一样，真是有点记不大清了，勉强还记得一些基本的操作。一只小红鞋，这个红鞋应该是分支的剧情用到的一个道具。这里没有路了，那咱们走吧。目前来看，这个修复版应该是解决了到目前为止的对话框的溢出的问题，还可以。想下载这个版本的小伙伴，你就搜索《光明之魂2》修复版就可以了。我也是听别的小伙伴说有这样的版本，
然后呢，我就搜了一下，就找到了。这个找资源很容易的事情，搜索引擎嘛。很多小伙伴总说搜索引擎不能用，都是广告，都是病毒。你中1回2回，那是把你坑了，你还能中10回8回吗？注意观察一下，观察、判断、尝试。成年人嘛，玩这款游戏都成年了吧？好，回城卷轴啊，不对，天使之羽咱们也装备着。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对面是给我玩了一个战术，想要上下包夹，但是他下边的人少，所以说咱们就把它破掉了。哦，蓝的、红的、紫的史莱姆，最狠的好像是黄色的史莱姆，12块钱。过了第1关之后，买一把剑都要500-600，钱真的感觉特别不够花。BOSS 战了，刚刚我在门口站了一脚，我是为了等待我的法力往上攒一攒。这个家伙有2种攻击方式，一种是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一种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吐火，反正就是转吧。好，他上来先吐火，吐个火累够呛，然后开始转。大家不要小看他的移动速度慢啊，攻击方式比较蠢。如果你被他逼到了角落里一顿转，基本上这1条命就带走了，非常快的，走位要很小心。尤其是这个场地其实不是很宽裕，空间上跑位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自己跑到角落里。我的攻击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啊，毕竟是第1个大 boss， 干掉了。他把女孩送到维萨利公馆了。牢房的钥匙咱们之前已经拿到了，这里之前咱们如果没在那个柜子里拿的话，就需要再打一遍。再见了勇者啊，这个家伙还可以啊。好，把这个光之矛拿走。光之矛实际上咱们用不到。然后呢，给咱们开启了下一个冒险地图。但去下一个冒险地图之前呢，我做一个支线的地图。在这里，老奶奶家的这口井，井里边大部分敌人都是史莱姆。然后我去把这个鞋的分支任务交一下，看他一只红鞋，一只蓝鞋。咱们把红鞋找回来呢，他就把蓝鞋给咱们了，可以卖500块。做这个分支任务，他就给咱们一个魂的道具，咱们可以放大了。后面我有好多东西想卖啊，然后这些带着问号的，我感觉我还鉴定不起。有时候鉴定一个100多块，然后鉴定完了这东西没用啊，我就鉴定一下这件皮大衣吧，112块钱，坚固的皮大衣，坚固的。哦，这里是仓库，仓库扩容的话也是要花钱的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是缺钱。先买一个盾吧。其实护手现在在初期加的属性更好。看一下这件皮大衣，买一点药，还有手雷呢。
天使之羽是这样，你不只可以自己回家，也可以用到 NPC 身上。后面有一个救人的地方呢，就是要把你的天使之羽扔到他身上，他就回家了。好，咱们去水井。水井这是一个分支的任务。看一下，升级了，咱们加一下属性。这边道具使用，防御力加点防吧。哦，这2个史莱姆干嘛呢？捉奸捉双了是吧？已经下到了井口里边，敌人都是史莱姆。这里的怪看起来不强，但是有一种史莱姆是比较难对付的。除了 BOSS 之外，就是红色的史莱姆，它可以吐火。这会用魔法的史莱姆，这巨讨厌。蓝的、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好像还有紫的史莱姆。下一层，宝箱我就不仔细找了。NDS 平台好像也有一座，号称是小暗黑破坏神的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灵光守护者吧。那个手感要更好一点。有机会给大家录制那个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没玩过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，游戏系统更加的丰富一些。我有7、8个药呢，随便浪一点打吧。下一层在哪儿？好像需要把怪清干净啊！这就是清屏打法了。那之前我给大家录制暗黑破坏神的时候，有的小伙伴还说呢，大叔你怎么不爱清屏啊？大家想一下，录制视频我如果清屏的话，一张打2个多小时、3个小时，谁看啊？所以是不能那么打的。甚至有人说，怎么不玩8PP 啊？这个就很凡尔赛了，对吧？他的潜台词就是，你看我都能玩8PP 啊。但是录制视频，大家想一下，可不可以那样搞？就太浪费时间了。哦，烧一下好疼。这就是红色史莱姆，史莱姆当中的法师。哦，我使用技能的时候也会被烧到的。烧一下7点血，而且红色的比蓝色的砍多了。哦，这还有紫的，那有个宝箱，像这种宝箱装的东西一般是稍好一点。哦，红色的入口，哎呀，吃一口，先把级别加了。提升了一下道具加血的量啊！这只黄色的就是 BOSS， 你看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。哦，4只法师，这个不好搞了，不好搞了。尤其是我现在的法力有点跟不上了，啊，而且被打断了。血。再去升1只的话，怎么都好打。就是和 BOSS 单挑这事儿呢，我是比较擅长的。但如果 BOSS 跟前有一些小兵的话，这个就比较恶心。哦，这个货打人一下很疼啊，但是它也很脆。哦，这里没给东西，咱们回去可以把那个魂领一下。然后呢，咱们装备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GB 平台的《光明之魂2代》汉化修复版就给大家试玩到这里。看出来修复的还可以吧？
感谢大家收看，那咱们下个坑再见。